Hello，大家好，我们这一期紫微斗数看明星命盘，来聊一聊四字弟弟易烊千玺。那最近他也是受到一些事件的困扰，所以我们找到了他的紫微斗数命盘。那还是老规矩，先讲一讲他的性格形成，然后第二点讲一下他最近因为国家话剧院入编的事情造成的这个困扰，然后咱们从命盘上能知道到底原因是什么。第三呢，就是前一阵子我有看到说他在演唱会上就是演出场所做这个风水布局来吸粉丝的运气。那这个事情其实我有一些观点在里面，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最后我们再聊一下明年易烊千玺他的运势发展。好，那我们先说一下他整体的命盘的格局，他命宫做贪狼文曲左辅加天马，那迁移宫做廉贞零星加禄存。那我把他的命宫和他的迁移宫一起讲首先他命宫做了我们最大的一颗桃花星，也是最大的一颗解厄的星星。同样这颗星星的人在演艺圈会混得非常好。那我有看过很多明星基本都是跟贪狼相关的格局。那同样他的外面是廉贞，那就是四字弟弟的一个保护色嘛。他对外的样子其实廉贞是一个给人感觉非常紧的这样一颗星星。我对他的感觉就是感觉他很有礼貌，但是他很高冷，很禁欲系，感觉这个人不是那么的容易亲近的样子。那是这个廉贞的状态在给到所有的粉丝也好呀，观众也好这样子的。那我们再讲一下他命盘里面的几个知识点，就是他的格局。首先他的命宫里面做了天马，迁移宫做了禄存。那存马交持是我们紫微斗数里面一个非常好的格局。那如果你也有的话就代表了我越往外走，我的发展越好，我挣钱越多。同时他的命宫带有贪狼，外面带有禄存，其实是里外双解厄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我觉得在娱乐圈发展不可能碰不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他的里外双解厄为他从那么小进入演艺圈一直到现在替他解决掉了很多化险为夷的这样的事件。好，然后他的命宫还有一个格局，就是我们讲大红大紫的灵贪格，里面做贪狼，外面做零星。那这个拥有灵贪格的人呢，会在名声上有一个爆发。那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三小只里面千玺是发展最好的一位，那跟他的命盘上的这个是很契合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最重视的部分他的身宫落在了财帛宫娱乐圈里身财同宫的人也是非常多在财帛宫独坐破军赚钱能力超级强，同时也很注重利益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他会想方设法的去得到它这是一个身财同宫的人的很目标很明确的这样一个表现吧。好，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次这个国家话剧院入编的这件事其实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差评吧，反正就是说他粉丝就是狂掉跌破了9000万。那其实他最终的结果是放弃掉了。那其实我在看这个事情是这样，我在想就是因为贪狼星的人做命的人就是对这个我们这种命理学风水然后这些比较玄的东西他都是就是非常感兴趣，这是天生自带的属性。那么我想他身边一定会有命理师这样的高人在指导他。我觉得他入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要应对明年的大环境，因为明年的大环境是贪狼化忌，那他本身又是贪狼做命，所以明年的话我觉得他有一个在编的这样一个非常稳妥的铁饭碗在，其实是对他来说是保住很多东西的。因为明年娱乐圈一定会大洗牌会有很多的艺人出事儿，所以他为了保全自己，他入编是一条很明智的，我们讲说解厄的这样一个趋吉避凶的操作手段。如果是我也会建议他入编的。所以说他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给他带来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影响，最后也导致了他入编没有成功，因为舆论的压力吧。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讲学习命理不就是为了趋吉避凶嘛，知道要有问题出现了，我就提前的去预防它。那这个呢就引申到我们在说后来的事件，就是我看到他这个说在演出的过程中去吸粉丝的运气这件事儿，其实开始我是抱着一个很娱乐的态度去看的，但当我打开了千玺的盘的时候，其实我发现那可能这个事情就是个人观点，可能真的是一些做法，就是不能说他这个东西一定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一个贪狼的人他会非常相信通过这种比如说是风水的能力或者是一些做法师的能力就是来达到自己的一个更期望的目的。他又是一个身财同宫的人，所以说对于他的这个事件，我从他的盘上其实得到了印证。而且易烊千玺的命宫贪狼的旁边还有一颗天巫星
啊。大家要知道，一个贪狼本身对这些方面就感兴趣。大家可以看啊，如果你们谁的朋友命宫是做贪狼的，你放心，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啊算命也好呀，或者是去泰国看养什么古曼童也好，就是他会对这些方面的消息会特别的感兴趣。所以千玺的这个贪狼加天巫的格局，导致他如果做一些相对来说有一点玄之又玄的行为，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本身就喜欢这个嘛。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他那个所谓的大师啊给他摆的这个阵是什么样，因为他的这个各行各业，其实在我们的行业细分里边是非常细化的。那他的那个门路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这个行为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同时呢，在他的盘里显示出他的父母宫跟兄弟宫其实不是特别大的助力。那对于私自弟弟来说，从小离开家自己去打拼，也是因为原生家庭可能相对来说给到他的力量没有那么多，然后再加上他本身这个越往出走越会挣到钱，越会发展会成名的这样一个命盘的格局机制在里面，也是导致他很多事情就真的是很努力，他也是一个运气加上能力加持的这样一个人啊。那好，我们再说一下最后就是他明年的运势。其实他明年走天机加巨门，但他的迁移宫和他的三方都会差一些。他明年的迁移宫是擎羊线加地劫，那我觉得可能我们讲说万事万物皆有一个发展的因果和时间的顺序，正是因为他今年这个入编的这个事情，造成了他没有成功的去进行这个趋吉避凶，导致他明年的时候应该在外的形象会有损，所以我预计明年他应该会爆出一些就是有损他演艺事业生涯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导致他最直接的就是掉粉。那不知道能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呢，毕竟他内外双解厄，我觉得会有损失。那人的运气起落落嘛，但是应该打不倒他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操作空间在里面的。那他明年的三方我们看一下迁移宫说了擎羊线加地劫，财帛是天同化忌，官禄是天月带陀螺那凶星和化忌和空劫其实都有到明年的运势上，所以呢，我觉得他明年的钱上也会受损，而且在外的形象也会受损。今年这个考编的事情，其实如果他能没有被爆出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对于明年的他来说会是一个保底的这样一个王牌。但是现在就是很可惜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觉得易烊千玺的这张盘真的非常强，而且很适合在娱乐圈发展。我觉得他作为三小只里面目前来说发展最好的一个，也是情理之中。当然，另外两小只的盘我现在还没有，如果大家有他们的时辰的话，可以发给我，然后我也可以看一下。三个人同样火的时候，他们各自发展未来的运势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讲说，当我们在同一个范围内或者同一个公司里都起来了，或者都是好朋友，大家运势都很好，但是呢，最终你的走向还是要根据你个人的盘、你个人的性格决定你能走多长、走多远。好，那在我们视频的最后，老规矩那我们打油诗来了。四字弟弟遇难事，趋吉避凶错时机，明年谨慎莫出头，解厄定会得好运。那这个最近更新的有点慢那个确实工作室的事情有点多，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然后点赞、订阅、关注我，然后后期如果想再看哪些明星的命盘，请留言给我，我都会看到的。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